您是否曾在某个瞬间对自己的成长和未来感到迷茫？其实，我们的祖先早已在经典中为我们留下了答案。就像刚出生的婴儿，纯洁无瑕，可随着长大，人与人的差距逐渐显现。是教育，是自我修养，塑造了不同的人生。今天，让我们一起走进千字文，探寻古人智慧，看看如何提升自我，实现个人成长。开始讲解正文。世界初始，天旋地黄，万物蒙昧，太阳东升西落，月亮盈亏交替，星辰布满苍穹，四季循环更迭。这自然的规律就如同我们的人生轨迹，有起有伏，蕴含着无尽奥秘。从创造文字，开启文明，到贤君禅让，德治天下，古人的智慧和品德令人赞叹。唐尧，虞舜主动让贤；周武王，商汤讨伐暴君。他们心怀苍生，为百姓谋福祉。在生活中，我们也应学习这种无私与担当，努力为身边人带来温暖和帮助。我们的身体由地、水、火、风构成，一言一行都应符合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。父母养育之恩重如泰山，我们要珍惜自己，莫让他们伤心。女子应追慕品性纯正之人，男子当效仿才德兼备的贤人。有过错及时改正，有能力就去担当，不议论他人短处，不骄傲自满，守信重诺，宽容待人，这是为人处事的基本准则。墨子为白丝染色而悲，提醒我们要坚守本性。诗经赞颂羔羊洁白，启示我们保持高尚品德，克制私欲，向圣人学习。当我们养成好的道德，好的名望自然会来，就像形体端正，仪表也会随之肃穆。孝顺父母，忠于事业，这是我们的责任。侍奉父母要尽心尽力，关怀备至。对待工作要认真负责，问心无愧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我们的德行会如兰花般馨香，如松柏般茂盛，不仅能让自己内心充实，还能影响身边的人。学习是我们不断进步的阶梯。古代的学者们在艰苦的条件下依然勤奋学习，王充沉迷于街市读书，他们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。我们要珍惜现在的学习机会，不断充实自己，提升能力。生活中的点点滴滴都蕴含着成长的道理。从饮食起居到人际交往，我们要学会适应和包容。安排膳食要考虑家人喜好，与人相处要真诚友善。遇到困难和挫折时，保持乐观积极的心态，就像鲲鹏高飞，冲破云霄。结尾，千字文中的智慧是我们人生路上的宝贵财富，它教会我们如何修养品德，如何面对生活，如何实现个人成长。当我们将这些智慧融入生活，就能坦然面对一切，昂首前行。让我们传承这份经典，在成长的道路上不断探索，不断进步，书写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，去拥抱更加美好的未来。溯源经典智慧，照亮成长之路。在开始之前，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，你是否曾在夜深人静时，望着浩瀚星空，思考过我们从何处来，又该走向何方？其实这些答案，我们的祖先早已在古老的智慧中为我们埋下伏笔。今天就让我们一同踏上这场充满启迪的探索之旅，从那些古老而深邃的文字中找寻人生的真谛。回溯到世界刚刚形成的时候，天是青黑色的，大地是黄色的，世间万物都处于混沌蒙昧之中，就如同我们最初的懵懂状态。太阳升起又落下，月亮圆了又缺，星辰布满无边的太空，寒暑循环，四季交替。这些自然的规律就像人生的节奏，有起有落，有播种也有收获。秋天是收割的季节，冬天忙着储藏粮食，提醒我们在人生的不同阶段，也要懂得积累和沉淀。从物质世界到人文历史，我们的先辈们在岁月长河中留下了深刻的足迹。
龙师、火帝、鸟官、人皇，这些上古时代的帝皇官员，开启了人类社会的秩序。人们创造文字，开始穿衣裳，文明的曙光就此照亮。唐尧、虞舜英明无私，主动禅让君位，他们的德行如同璀璨星辰，照亮了历史的天空。周武王姬发和商君成汤，安抚黎民百姓，讨伐暴君，他们的正义之举成为后世敬仰的典范。在个人成长的道路上，道德修养是基石。人的身体由地、水、火、风4种基本物质构成，而我们的一言一行都要符合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。父母生养爱护我们，我们应珍惜自己的身体，莫要轻易损害。女子追慕品性纯正之人，男子效仿才德兼备的贤人。当我们知道自己有过错，一定要及时改正。遇到适合自己做的事，不要轻易放弃。同时，不要随便谈论别人的短处和缺点，也不要依仗自己的长处而不思进取。守信是做人的根本，自己说过的话要能经受时间的考验。心胸气量要宽大，能容人容事。墨子为白丝染色不退而悲泣，提醒我们要坚守内心的纯净。诗经里的羔羊篇赞颂羔羊始终保持洁白如一，启示我们要保持高尚的品德，克制私欲，努力仿效圣人。当我们养成好的道德，好的名望自然会树立起来。就像形体端庄，仪表也会随之肃穆。孝顺父母和忠于事业是我们人生的重要责任。孝顺父母应当尽心竭力，从生活的点滴做起，早起晚睡，让父母冬暖夏凉。侍奉君王在现代社会可以理解为对待工作和职责要认真、谨慎、恭敬，如面临深渊或踩在薄冰上一样小心。能做到这些，我们的德行就会如同兰花般馨香，如同松柏般茂盛，不仅能让自己内心充实，还能责备子孙，影响世人。仪态举止要庄重，言语措辞要稳重。无论修身还是求学，重视开头固然重要，但更重要的是要有好的结果。有德能效是事业显要的基础，这样的人声誉盛大，发展没有止境。学习出色并有余力时，我们可以参与更广阔的事物，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。就像赵公在甘棠树下理政，他的功绩和品德让老百姓长久怀念。在人际交往中，我们要遵循一定的准则，长辈和小辈要和睦相处，夫妇要协调和谐。在外面听从师长的教诲，在家里遵从父母的教导。对待姑姑、伯伯、叔叔等长辈，要像对待亲生父母一样。兄弟之间互相关爱，因为我们同受父母血气，犹如树枝相连。结交朋友要意相投，能够在学习上互相切磋，品行上互相告勉。仁义、慈爱和恻隐之心是我们人性中最温暖的光芒，在最仓促、危急的情况下也不能抛离。气节、正义、廉洁、谦让的美德是我们安身立命的根本，在最穷困潦倒的时候也不可亏缺。品性沉静淡泊，情绪就安逸自在；内心浮躁好动，精神就疲惫困倦。保持纯洁的天性，我们会感到满足；追求过度的物欲享受，天性就会转移改变。坚定地保持高尚的情操，我们所追求的自然会来到我们身边。回顾历史，古代的都城如东京洛阳和西京长安，华美壮观。洛阳北靠邙山，面临洛水；长安北横渭水，远距京河。宫殿盘旋曲折，楼阁高耸，殿内绘着飞禽走兽和天仙神灵。大摆宴席时，乐人吹笙鼓瑟，一片歌舞升平。这里不仅是权力的中心，更是文化和智慧的汇聚之地。广内殿收藏着众多典籍名著，成明殿聚集着成群的文武英才。杜度草书的手稿，钟繇隶书的真迹等珍贵文物，见证了古代文化的辉煌。在历史的长河中，
无数贤士能人留下了他们的印记。周文王于江上，尊他为太公望，开启了周朝的辉煌。伊尹辅佐商汤，被封阿衡，助力商朝兴盛。周成王在周公旦的辅政下，占领古兖国曲阜一带。齐桓公9次会合诸侯，援助弱小国家。汉惠帝靠其礼记幸免废黜，商君武丁感孟的贤相复说。这些贤士的智慧和努力，推动着国家的富强安宁。秦将白起、王翦、赵将廉颇、李牧，他们带兵打仗最为高明，声威远传到沙漠边地。美玉和肖像一起流芳后代。九州大地处处留有大禹治水的足迹，全国各郡在秦并六国后归于统一。五岳以泰山为尊，历代帝王在云山和庭山主持禅礼，名观要塞如北疆雁门、万里长城，奇山异水如天台赤城、昆明滇池、河北碣石、山东巨野、湖南洞庭，展现了大自然的壮美和历史的厚重。社会的根本在于发展农业，做好播种收获的农活。一年之计在于春，我们种下小米和高粱，收获季节用辛谷交纳税粮，这是我们对社会和国家的责任。孟轲夫子崇尚纯洁，史官子瑜秉性刚直，他们的品质为我们树立了榜样。做人要尽可能合乎中庸的标准，勤奋、谦逊、谨慎，懂得规劝告诫自己。在日常生活中，我们也要注重细节，安排一日3餐的膳食，要适合家人和朋友的口味，让大家吃饱。亲属、朋友会面要盛情款待，老人、小孩的食物应有所不同。小妾婢女在现代社会可以理解为家政服务人员等，要管理好家务，尽心恭敬地服待好主人。白日小憩，晚上就寝，有舒适的环境，生活的点滴构成了我们的幸福。同时，我们要懂得居安思危，听到别人的讥讽告诫，要反省自身；备受恩宠，不要得意忘形。知道有危险耻辱的事快要发生，要懂得及时抽身。汉代的叔广、叔寿预见到危患的苗头就告老还乡，他们的智慧值得我们学习。离群独居，悠闲度日，清静无为。在忙碌的生活中，我们也要学会享受宁静。想想古人的话，翻翻古人的书，我们能消除往日的忧虑，乐得逍遥舒服。池里的荷花开，园中的草木抽芽，枇杷在冬天依然苍翠，梧桐娇秋早早凋谢。大自然的变化蕴含着人生的哲理。寒秋时节，鲲鹏高飞，直冲云霄，激励我们在困境中也要勇敢追求梦想。汉代王充在街市上沉迷读书，提醒我们要珍惜时光，不断充实自己。说话要注意场合和分寸，不要旁若无人，毫无禁忌。安排膳食要考虑大家的口味，亲属朋友会面要热情款待。子孙继承祖先的基业，不能疏忘1年4季的祭祀大礼，这是对先辈的敬重和对家族传承的责任。给别人写信要简明扼要，回答别人问题要详细周全，这些生活中的小事都能体现我们的修养。身上有了污垢就想洗澡，家里有了灾祸，牲畜都会受惊。这些生活常识也蕴含着人生的道理。对抢劫、偷窃等不良行为要严厉惩罚，维护社会的秩序。吕布擅长射箭，仪辽有弄完的绝活，嵇康善于弹琴，阮籍能搓口长笑。蒙恬造出毛笔，蔡伦改进造纸，马均巧制水车，任公子垂钓大鱼。他们的技艺和发明，有的解人纠纷，有的方便群众，都值得我们学习和敬仰。毛强，西施年轻美貌，但青春易逝，岁月匆匆催人渐老，只有太阳的光辉永远朗照。高悬的北斗随着四季变换转动，明慧的月光洒遍人间每个角落。大自然的永恒提醒我们要珍惜时光，追求永恒的价值，行善积德才能像心镜火传那样精神长存。我们的言行和品德不仅影响自己，
也会影响子孙后代。让我们记住这些古老而智慧的教诲，将其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中，在道德修养的道路上不断提升自己，在个人成长的征程中勇往直前。不要做孤陋寡闻、愚昧无知的人，要以开放的心态，汲取经典的智慧，照亮我们前行的道路。当我们回首往事时，能够无愧于心，庄重从容地面对人生的每一个阶段。愿我们都能成为经典智慧的传承者和践行者，让这些古老的智慧在现代社会中焕发出新的活力，共同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。